继续讲八大宗，除了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之外，还剩5个，咱们一次个搞定。三论宗是由吉藏大师创立的，中论、百论、12门论合成三论，继承的是中观派的缘起性空思想。三论宗比较有特色的理论，咱们讲一个四重二谛，就是把二谛分成4个层次。第一层，有是俗谛，空是真谛。俗谛就是俗人对事物的错误理解，真谛就是对事物正确的理解。这一层就说把万物理解成实存是错误的，把万物理解成空是正确的。这是佛为了破凡夫的把一切当成实有而讲一切皆空。然后第二层，说有说空都是俗谛，说非有非空才是真谛。因为有和无是二边，你心里存在有无的分别，有是生死，无是涅槃。你存在有无的分别，就是存在生死与涅槃的分别，这就是执着。所以佛讲非空非有，生死与涅槃没有区别。然后第三层，说空有之二与非空非有之不二都是俗谛，非二非不二才是真谛。在第二层中所说的二与非二，从更高的角度看呢，也只是执着。因为二是偏，不二是中，偏是一边，中是一边，偏与中还是构成二边。所以二与不二也是世俗谛，非二非不二才是真谛。这个第三层的二谛很有启发性，就是当你觉得别人执着了的时候，你自己此时恰恰就是在执着。别人的执着与你的不执着，这还是构成二边。你有二边分别，你就是执着。所以将来你要是发现你觉得别人执着了，那你应该立刻想到，原来是我执着了，是我错了。第四，以上3重二谛都不是真理，因为真正的绝对的真理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。以上3层都是用语言表达的，还是有所执着，还是俗谛。所以最后要超越他们，达到最后的阎王律觉无得无依的境界才是真谛。阎王律觉就是语言都亡了，思虑都断绝了。无得无依就是没有所得，也没有依靠，这就是佛的境界。三论宗就说这么多，然后说唯识宗。唯识宗又称法相宗、法相唯识宗或慈恩宗，创始人是玄奘法师及其弟子窥基。唯识宗直接继承印度的瑜伽行派的唯识学。唯识学咱们已经讲过很多了，这里只介绍一个唯识宗比较有自己特色的一个理论，名字呢也叫四重二谛。这个四重二谛一共有2种，三论宗和唯识宗各有一个。咱们看看唯识宗的。唯识宗把真理分成5个层次，这一行就代表一个层次，从下往上一共是5层。下一层和上一层之间就构成了俗谛与真谛的关系。比如世间世俗谛与世间圣义谛就构成了明世二谛。道理世俗谛与道理圣义谛构成事理二谛。正德世俗谛与正德圣义谛构成浅深二谛。圣义世俗谛与圣义圣义谛构成全指二谛。中间这3层每一层都有一个世俗谛跟圣义谛，就代表这个是过渡的层次。这一层相对于它下面一层，它就是圣义谛；相对于它上面的一层呢，它就是世俗谛。虽然有2个名字，但是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比如说道理世俗谛跟世间圣义谛其实是一个东西。下面呢，咱们依次来讲一下。从最下边来说，世间世俗谛也叫有名无实谛，就是凡夫境界，认为世间一切法实有，比如衣服、瓶子、你我他等等。世间圣义谛也叫体用显现谛，就说瓶子、衣服、你我他这些只是概念上的存在，真正的存在是运出界。咱们之前讲印度佛教史的时候，讲过佛教对一切法的分类，其中就有3颗运出界。运出界可以涵盖世间一切法，世间一切法本质上都是运出界。明世二谛就是让你认识到这一点。然后是道理世俗谛，也称随事差别谛，这个跟世间圣义谛是一样的，指的都是运出界。
然后道理生一地也叫因果差别地，指苦集灭道四生地。从道理世俗地上升到道理生一地叫做事理二地，就是说你要从对事的认识上升到对理的认识。事呢就是运出界，三科讲的是世间法是什么样，是对事物的一个描述。但是你光知道事物是什么样还不行，你还要知道事物为什么是这样，以及如何才能不这样。这就是轮回的原因，以及如何解脱轮回啊。这就是苦集灭道四生地。事理二地啊，就是说你要从运出界上升到四生地。然后是正德世俗地，也叫方便安立地，内容跟道理生一地是一样的，都是四生地。正德生一地也叫一门显实地，指的是菩萨所修的人我二空所显真如。正德世俗地与正德生一地构成了浅深二地。四生地是小乘修法，我法二空是大乘修法。这两个在道理上是有深浅差别的，所以叫做浅深二地。然后是圣义世俗地，也叫假名非安立地，内容也是大乘的我法二空。圣义生义地也叫废权弹指地，就是不以言语描述真理，而是以正智如实正慧离言真如的理指。从圣义世俗地到圣义生义地叫做全指二地。之前的层次都是有语言的，当到了最高层次呢，就没有语言了。到时候就是以殊胜的智慧认识绝对的真理，这就是佛的境界。唯识宗呢就说完了，下面是密宗。密宗是在唐朝中期由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等人开创的宗派，它继承的是印度的密教，讲持咒观想这些就不多说了。然后是律宗。律宗是以研习和修持戒律为主的佛教宗派，创始人是唐代高僧道宣。因为道宣常住终南山，因此此宗又称为南山律宗或者南山宗。这个也不多说了。最后说一下净土宗，讲念佛的。念佛法门大概有3种形式：称名念佛、观想念佛、实相念佛。称名念佛就是口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观想念佛是在心中观想阿弥陀佛的形象功德，实相念佛是在心中直接观佛的法身，也就是直接体悟真如实相。念佛法门呢，很早就开始有人修了，比如东晋慧远，他主要修的就是观想念佛。观想念佛的难度比较高，你要在定中看到阿弥陀佛的形象，这是很难的一件事，所以很难在民间普及。到了唐朝的善导大师开始提倡称名念佛，从善导大师开始，称名念佛在民间得到迅速推广。后世把慧远立为净土宗初祖，善导大师呢是二祖，但实际上净土宗的实际创立者是善导大师。咱们讲一下善导大师的理论。自利他利。自利就是修行全靠自己努力，他利就是佛菩萨帮助你修行，你自己可以不是那么的努力。佛教的其他宗派一般都是讲自利的，比如咱们将来要讲的禅宗，特别强调自行自度，你自己的心需要你自己来度。但是净土宗是讲他利的，我们要往生西方主要靠阿弥陀佛的接引，这样自利与他利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矛盾。善导大师认为能自利当然好，但问题现在是末法时代，众生的根基太差，所以靠自利啊，你是没办法解脱的。末法时代是什么概念呢？这个是佛法3阶段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佛在刚入灭的时候，那个时代因为距佛比较近，所以佛法也正宗，众生的根器也好，他们依靠修智慧、修禅定就能得正果。到了稍晚一些的相法时代，佛法有点走味儿，但跟正法还很像，所以叫相法。众生的根器呢也差一些。到了唐朝的时候，大家认为佛法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，此时的佛法非常衰微，而且众生的根器特别的差。
这个时候你再让大家修依靠自力解脱的智慧禅定，根本修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要修依靠他力的法门，比如说念佛。但是佛有很多，为什么只念阿弥陀佛呢？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最殊胜。本愿指菩萨在修行的时候立下的誓愿，就说将来成佛了，我要做什么做什么。本愿呢，有总愿和别愿两类。总愿就是一切菩萨的共同誓愿，就是上求菩提，下化众生。别愿就是下化众生的特殊方式。阿弥陀佛在未成佛之前是法藏菩萨，法藏菩萨当时发了48个宏伟誓愿，其中的核心就是称名往生。只要你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临命终时就可以被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念佛呀，也不是随便念的，不是说你随便说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就可以稳稳当当的往生极乐了，不是的。这个念佛呀，它是有要求的。有什么要求呢？最主要的就是3心说。第一，至诚心。至诚心就是真实心，你是真的要通过念佛往生净土，心口如一，这才可以。阿弥陀佛是全知全能的，众生的任何虚假行为都逃不过阿弥陀佛的法眼。如果不以至诚心念佛，外现精进，内怀虚假，不能往生。第二，深信。深信之心，对佛法的坚固信心。具体的话，首先要相信自己是处于末法时代的凡夫，不具备依靠自力成佛的能力。然后要坚信阿弥陀佛的48愿，众生称其愿力，定能往生。如果有人以其他宗派的理论来质疑净土信仰呢，要坚定自己的信心不动摇。要认识到其他宗派的那些理论根本不适合末法众生，所以他们的质疑其实都是没有道理的。第三，回向发愿心，就是回转自己所修的功德去向自己的愿望，就是你修行半天，你到底要实现什么？回向发愿心最基本的当然是发愿自己能够往生净土了。另外，你还要发愿把自己所修功德施于一切众生，希望众生共同往生佛国。而且在自己实现往生净土之后，要再回到世俗的娑婆世界度化众生，使众生同归净土。净土宗大概就介绍这么多，隋唐佛教也就说完了。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后20讲有什么内容。后20讲啊，就是讲禅宗。禅宗咱们分3个阶段。六祖以前讲一次课，内容是从初祖达摩到五祖弘忍。六祖慧能讲16次，一次课讲慧能的理论要点，剩下15次课讲坛经。坛经是中国佛教最重要的一本经典，坛经里的句子呀，大家平时经常会遇到。只有熟悉了坛经的文本，你才稍稍有资格说自己了解佛教。所以呢，咱们好好读一下。讲15次啊，这个时间是很长的，坛经的80%咱们都能讲到，几乎就是全本的讲了。六祖以后啊，讲3次课，介绍疾风棒鹤、喝佛骂祖、禅净河流、文字禅与禅师、参话头。大概内容呢就是这么多。最后我说一下禅宗的重要性。第一，中国佛教啊，它的核心概念就是如来藏。咱们讲如来藏啊，也讲了20次课了。可能你听了这么久也没搞明白，这个人人本有的佛性如来藏到底是什么。说是人人本有，但总觉得在自己这儿找不到这个东西。如果你存在这个问题的话，那禅宗非常值得你听一下。禅宗的特点就是直指人心，他会用很多巧妙的方法告诉你你的佛性在哪儿。比如咱们讲坛经的话，可能讲到某一句正好与你的根性相契合，你瞬间就能开悟，这个是很有可能的。第二，在我看来，禅宗是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发展的最圆熟的形态，它是最贴近世尊本怀的，非常的人性化、生活化。可以说咱们之前讲的佛教史都是为了讲禅宗所做的铺垫，只有懂了禅宗，你才算懂了佛教。第三，禅宗现在已经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了。你要是不了解禅宗，基本可以等于不了解中国文化。出去跟人聊起中国传统文化，禅宗你是绕不过去的。
这块要是不弄明白了，你说话也没有底气。大概就说这么3点吧。总之呢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先休息一下。